这不是祖坟上长的那朵花吗？安光，为什么我就是一个娶不下媳妇儿的樵夫命？难道是因为去年没有祭拜祖坟？啊！盗墓贼！我操！我家祖坟你也敢盗？怪不得老子命这么苦！信不信我砍死你啊！这坟上怎么还有一朵花呀？难道这坟的主人生前是个美女？安光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这风倒是帮我吹灭了蜡烛。这不是祖坟上长的那朵花吗？安光，你是谁？安光，奴家来服侍你了。真舒服。昨晚的梦，感觉好真实啊！你是谁啊？小女子罗幼娘，谢过恩公。昨晚小女子的坟墓被人挖开，幸得恩公驱赶，才避免小女子不会曝尸荒野，神魂破灭。昨晚被挖的不是我家祖坟吗？你是鬼！恩公莫怕，人分善恶，诡异使然。小女子只有报答之心，绝不会加害恩公。幼娘，你所言当真？幼娘真的只有报答之心。若是恩公需要，幼娘定当在所不辞。我没有怀疑你，只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恩公，相信幼娘便好。恩公，恩公，这是幼娘在荒野拾得的玉佩，看成色应该是非常珍贵的玉器。恩公可以拿去当掉，修缮房屋，换一床新的被褥。幼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恩公不必害怕，鬼物属阴，本就害怕阳光。幼娘只是一阶残魂，若不是昨晚和恩公进行双修，幼娘恐怕不到天亮时就要躲起来了。恩公，幼娘只能晚上再出来与你相伴了。果然，鬼都怕阳光。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个卖了，把家里的破洞都堵上才行。掌柜的，你帮我看一下这块玉佩价值多少钱？哦，小友的玉佩可是上等货色呀，我可以出7两银子来收下。掌柜的，我虽然说没有多少眼力见，但是给我玉佩的人明确说了，这块玉佩价值不菲，7两银子太少了。你要是不想要，我就去找其他的店铺了。我可以给你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，那就10两银子吧。行。有了这10两银子，我就可以修补一下家里了。李默，这缺口我已经给你修补好了，这下晚上就不会漏风了。这是你的工钱，
放心吧，一分都不会少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他看不到你。自然，只有恩公可以看到我。恩公，可还记得昨夜之事？你是说昨天晚上的那个春梦？昨夜与恩公双修之时，幼娘为了不侵袭恩公的阳气，所以已经擅自和恩公签订了魂契。幼娘已将生死寄托于恩公，之后只要幼娘的法力越强，恩公自然也会越强。我说今天怎么有使不完的力气啊？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增强法力啊？引魂花可以滋养鬼灵，恩公可以去找一朵引魂花，这样白天的话，幼娘就可以将鬼体寄托在花上，和恩公一起行动。而且幼娘只要彻底吸收引魂花的灵力，就能达到小鬼境界，不但能在阴天可以出来行动，而且还可以偷听到别人的心声。偷听别人心声？嗯，哪怕只有一句，那也是很厉害的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岂不是做什么都能占据先机？要是做生意的话，就无往而不利了。这么说，我很快就能告别穷日子了。幼娘的法力只要越强，之后就可以精通各种法术，赚钱的事情根本不在话下。我知道你要引魂花是吧？我一定帮你拿下。明天我就去集市上看看。恩公对幼娘实在是太好了，在我眼里，幼娘跟家人无异。能遇到恩公是幼娘10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恩公，幼娘可以再靠近你一点吗？哟，小友又来了，这次是有新的玉器了吗？上次你出手的东西确实不错呀。掌柜的，我想问问你，这有没有引魂花？这种花很难寻找，前段时间刚收了一朵，价格可不低啊。掌柜的，尽管说就是了。5两银子。还好还好，5两我还能付得起。这是5两银子。这就是引魂花，你可要拿好了。引魂花，哎，恩公，你果然拿到了。你打算怎么使用它？我现在可以寄身于这朵引魂花了，而且还可以帮恩公探听他人的心声。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李默，你最近怎么没有去我店里边去跑腿啊？我最近很忙的，你不在，有时候得我这个老板亲自下场跑腿。你要是不努力干，我就把你辞退了。这个李默真是耽误时间，他要是在，我就能腾出时间来寻找那有价无市的野山参，拯救我儿，而不是时不时被店里的琐事给绊住。恩公，范猛他想要寻找一株野山参，我之前在夜晚游荡之时，好像在山里遇到过，我可以帮你。范老板，我知道你最近在找一株野山参，我可以帮你，如何？李默，这件事情我可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？范老板，这重要吗？确实是在找野山参。我有能力帮范老板找到。你能有这个能力？当然，范老板可要相信我，给我3天时间。3天？好，你要是找着，我给你50两银子。没问题。你没事吧？
恩公，就算有了引魂花，阳光照射之时，我还是无比难受。不过，恩公不用担心，3天的时间绝对足够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会儿去后山上看看有没有那野山参。行，那我们就等到晚上吧。恩公，你怎么又穿上旧衣服了？我可舍不得穿那么好的衣服来这个地方。恩公，我一定会找到野山参，让恩公过上好日子。不用着急，我们的时间还多着呢。恩公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野山参，到时候恩公过来采摘就好。找到了，恩公就在前面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哎，幼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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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恩公，找到了。找到了啊！我是谁啊？我还可以穿墙遁地呢，就在前面，跟我来吧。就这儿。我去，这么大的野山参，我发达了！我马上就要有50两银子。谢谢你啊，幼娘。恩公不用谢我。现在天色已晚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明天好把这个野山参交给老板。哎，不用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去。抱着这么大的野山参，我哪睡得着觉？咱们走，今晚就去范老板那儿。开门，范老板。干什么呢？这么大的野山参，少说将近100年。哎，范老板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情？是，我现在就去拿50两银子。嘿，50两？范老板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么大的野山参，只给50两？我最多给你出到70两。这野山参真是远超预期啊，价格甚至能拉到100两。不过我才不会主动给李默这么高的价格。恩公，他最多能出到100两。100两，这价格可不低啊。70两，范老板，你难道是不想要这野山参吗？要我说，这根野山参至少价值100两。你疯了吧？这价格直接翻倍了。你不要，那我就卖给别人吧。哎呀，刚才只是惊讶了一下，这野山参这么大，还这么难找，自然是值100两。我给。这是100两银子，你拿着。范老板，以后你或者你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找我。我这效率可快了，早上说的，晚上就能找过来。你这效率啊，确实快，而且找的东西还好。放心吧，以后有这种事情，我第一时间想到你。恩公，这100两银子你打算怎么花？这100两虽然不少，我打算先去买个小宅子，然后再找人把门窗之类的堵死，这样子白天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自由活动了。恩公，你为我做这么多，我为你做这些也是应该的。我们先回去吧，明天白天找个合适的人看房子。小伙子，你眼光不错，这栋房子在附近可是性价比很高的。你要是现在拿下的话，我给你打个折，只收你50两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这房子看起来确实不错，只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把主房门窗之类的缝隙做得严实点，关上的时候不能有一丝的光线照进来。啊，你这要求太简单了，这处新房处处都完善，绝对不会漏光的。
现在看起来怎么样？看满意吗？非常不错，我很满意。欢迎新主人，现在开始啊，这里就是你的了。恩公对我真是体贴入微。这哪里够？以后我还会对你更好的。幼娘，告诉我，下一件提升你法力的物品是什么？下一样是月阴石，因为我现在还是鬼魂，所以月阴石对我来说滋补极强。只要幼娘吸收了月阴石，我就可以长时间在阳光下出现，并且可以幻化成人形，让别人看见，甚至还可以触摸其他物品。而且读心术可以从之前只能听一句，变成持续偷听他人的心声。这也太强了吧！不过至于这个月阴石，恩公不用担心，月阴石我们可以试着自己寻找。不过人多总归力量大，我去找一下范某，看他能不能帮上忙。哎，李默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范老板，我想问问你是否知道月阴石？听说过，但也只是听说过。传闻中这块石头在满月的时候会散发出白光，但是现在离满月还有一段时间。怎么，你要找这种石头？对，我需要月阴石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得到。我倒是有一个不算消息的消息，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收集石头，天下奇石他都有收集。那他有月阴石吗？具体的还不清楚，但是我依稀记得当年他说过收到一块很特别的石头，听描述和月阴石非常相像，具体还不确定，因为他宝贝的要命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块石头。恩公，您不妨问问范老板的朋友住在哪儿，这样我们可以去看看到底有没有月阴石。对，我正好可以接下这个任务。范老板，你的朋友住在哪里啊？哦，他就在北街郊外，那儿附近只有一个宅子，你很容易就找到。好，那就多谢范老板了。互帮互助而已。这里应该就是范老板说的地方了，你暗中查看一下，确定有没有月阴石。我去看看，如果有的话最好。看来这户人家的宝贝还真的不少，有的我找了。希望这次真有月阴石。居然真的有月阴石！这吸收月亮精华的石头居然在排斥我，看来真的要恩公帮忙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但我只是一只鬼，那承载月亮精华的月阴石在排斥我，所以需要恩公拿着来助我吸收才好。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体的，我可以透过恩公去吸收月阴石的力量。但是这东西在人家家里面，我们还是试着去交易吧。正好我手里还有50两的银子。哎，谁呀？晚上还来这里？我是李默，听说这里的主人有许多奇石，想要见识一下。原来是官石的人啊！我家主人有令，只要是官石的人都是座上宾，请进。多谢多谢。请客人在这里观石，我先去请我家主人了。那月阴石在哪里啊？月阴石就在里面，里面放着许多奇石，这在正室。哈哈哈哈！没想到这个时候还能见到官石的好友啊！我是周云，不知小友是？我今天来这里其实是想买周老板的一块石头，名叫月阴石，不知道周老板能否割爱？小友是想买下月阴石啊？哎，这不可能啊！如果你是来观石的，我很欢迎；要是来买，那就算了。我这里的石头向来是只观不卖的，更何况是月阴石这种无比珍贵的奇石，更不可能卖给你。周老板既然不同意用钱买，
那么可以以物换物。我来这里也是受了范老板的指引。我叫李默，如果周老板有什么需要的草药，尽管跟我说。没想到这个人就是李默，以物换物倒是可以。正好我最近需要一味草药。原来是李先生啊，真是冒犯了。不过最近我没有什么需要寻找的草药啊，我倒是接受以物换物。李先生可以多找一些珍贵草药和我来交换，如果用银两来购买，那就算了。在我心中，这些其实啊都是无价之宝，不能用银两来玷污。他骗你呢，他确实有个草药需要找，只是现在想要和你拉扯。周老板，这些拉扯的话就没必要说了。我知道你有一个草药需要寻找，我们何不开诚布公一点呢？这样子对谁都有好处。哎，既然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再废话了。如果你能够找到一朵百年灵芝，我不仅把月岩石给你，还另有好物相送。恩公，这附近就有一朵百年的灵芝，一会儿我带你去。周老板，这附近就是郊外，我现在就可以为你寻找，只是希望周老板到时候不要食言。我先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慢走。恩公，加油啊！哎，我这力量怎么这么强啊？我越强，恩公自然也会越强啊。有幼娘在身边，找到这些名贵草药，简直就是小事一件呢。恩公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回去换月阴石吧。走。周老板，不负众望，我找到了。哎呀，居然真的是灵芝啊！这样一来，我的病就有救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对不起，李先生啊，之前我对你态度不好，多谢您能寻来一朵百年灵芝啊！这都是小事。周老板，我的那个月阴石呢？哦，我这就去准备谢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马上就拿到月阴石了。谢谢恩公。我们之间不许说谢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嗨，李先生，这就是月阴石。李先生，这是我给您另一份重谢礼。我去，这银子还真不少啊！李先生，您确实帮了一个大忙，我不可能只给一个月银石作为报答。这一箱银两足足有300两，还请李先生笑纳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挺沉的，足足有300两，自然不轻啊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周老板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送送李先生。这就是月阴石了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没事吧？
好，以前都不能出现在阳光下，现在没什么问题了，好多了。那就好，而且你的手更真实了。这一切多亏了恩公，是恩公帮了我那么多忙，我也要努力让恩公过上好日子。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。现在，恩公，现在可还不够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寻找更多的草药，有我在，我们可以轻松找到价值上百两的草药，到时候卖出一些，就能够用很久了。当然可以，我觉得我现在精力十足。我吸收了月阴石的能量，变得更强，恩公自然也会更强。恩公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去郊外再看看吧。好，我们走。好。恩公，找到了，这里有宝贝。居然是回春草，这可价值不菲啊！这回春草至少价值100两。恩公，你也别太累着了，给。我现在觉得自己精力非常充沛，你法力越强，我的身体就越强。走，我们去寻找下一个草药吧。在那儿是沉香树枝。这下又有100两白银入账了。还不止呢，我再看看。恩公，那边有一朵天莲。天莲？对。天莲就是莲花中的极品，故而得名天莲，就是这一朵。这次出来，我们可是收获了许多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东西卖给药房，他们绝对愿意出高价。不，卖给药房并不好，我们不如留在手里，等着有人上门再卖。毕竟之前帮助了2个人，我们的名声已经打出去了。都听恩公的，还是恩公想得周到。那我们先回家吧。怎么了？我已经给自己买过新衣服了，但是你还一直都是这一身。等会儿我们先去买衣服吧。还是恩公对我好。二位还真是郎才女貌呢，这件用上等丝绸制作的裙子更是格外的合适。这衣服多少钱？我要了。只要5两银子就可以了。这么贵啊？我买了。谢谢客人，祝二位长长久久。恩公，还叫恩公？相公。走，我们回家。等下，你应该就是李默吧？我家主人找你有事。我就是。你家主人找我有事，为什么不让你家主人出面跟我聊呢？哼，本少才不会开口求人，那都是这帮仆人该干的事儿。相公，这个大少很傲慢，居然不屑于自己开口。我的生意只和你主人谈，你还没资格跟我多说这些。该死的，要是弄不到老爹需要的药草，我怎么能回去？他来是要给自己父亲寻找草药的。是给你爹找草药的，对吧？如果想要寻求我的帮助，那就好好跟我说话，而不是让你的仆人当你的口舌。这人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？我文浩从没见过这种怪事。相公，他已经被吓傻了呢。我们能知道他在想什么？他肯定傻眼了。文浩，进去聊吧。好，进去聊。实不相瞒，本少需要找3味药材。听说你是寻药的高手，这样，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用不了这么久，你先说说你需要什么。
1朵天莲，1株回春草和1块沉香。这怎么能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？确实很巧啊。怎么了？你先等着。自己看吧。这不可能啊！这没什么不可能的。这我还能说什么？多谢李先生，您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呀！本以为1个月能找到就已经很快了，没想到来了就有。这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难事啊。李先生，我也不白拿这些草药，这样，这1000两还请您笑纳。相公，真的是1000两银票啊！那就多谢文少了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。以后有什么需要也可去文家来找我，我们文家在这一片还是有些实力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得去把药材先带回去。那您慢走。哎，告辞。相公，我们家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好了。这一切都是靠你。不是我们2个人一起相辅相成，少了谁都不行。对了，幼娘，你后面还缺什么物品？我们回头可以寻找。接下来，我需要1块日阳石，这样我距离变成人就更进一步了。日阳石是一块表面微微泛红的石头。日阳石，看来我们该好好寻找一下。相公，不用那么着急，人也不能连轴转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头再找吧。相公，有找到什么吗？没有，一点日阳石的踪迹都见不到。我们之前找得很顺利，但是其实这些天材地宝是需要靠时运拿到的。放心吧，我的时运一般都很好，而且我们可以找其他人帮忙。谁？文家，他们在本地算是真正的大户，如果他们愿意帮助我们，那么事情就会很简单。行，那我们去看看，去文家吧。少爷，外面有客人要见你。何人呢？一般人我可不接待。他说他叫李默。居然是李先生，现在在哪儿？快快有请。好的，少爷。我们少爷有请。李先生，果然是2位啊！二位，请坐。这等贵客，怎么不上茶水？我这就去上茶。快去！李先生，今天啊，就由我做东，我们好好的吃一顿。另外啊，我觉得上次那1000两太少了。我们这次来是有正事的，文浩，我想让你帮我寻找一下日阳石。日阳石，没问题，我让文家现在去找。不过这石头长什么样子啊？这是一块通体微微泛红的石头，一般都比较高大，能比人高。当然，它只会出现在太阳照耀绝佳的地方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貌似见到过。在哪儿看到的？这对我很重要。在后山山顶上，我儿时贪玩的时候好像见到过，摸上去烫烫的，而且表面呈红色。那应该就是了，我们去看看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打扰2位了。希望你们能找到所需之物。那就承你吉言了。2位慢走。幼娘，你看起来很不妙。幼娘，你看起来很虚弱。我其实还好，只是这里是太阳照射最强的地方，我稍微有点难受。那你要不先回到隐魂花里？不用，反正都快到了，而且最后还是需要我来吸收日阳石。那我扶着你吧。这就是日阳石，看起来就不一般。日阳石乃是天地之间的至阳之物，
吸收了它，可以和我之前吸收的月阴石所中和，而且这样的话，我会看起来和常人无异，并且以后也不用再害怕阳光了，甚至还可以解锁一个新技能去帮助相公。别说了，我们还是现在就开始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好疼，相公，可能因为我是鬼魂，不能直接接触，必须要暂时压制住日阳石才可以。那我们晚上再来。晚上估计也不行，日阳石本就是这样。相公，那我先回影荷花了，这些就交给你处理吧。这怎么压制啊？啊，对了，半山腰上有个湖泊，我把日阳石扔到水里面，冷却它。怎么这么沉啊？这下应该可以了吧？幼娘，相公果然想到了办法，过一会儿应该可以解决了吧？现在日阳石在湖面上快速冷却，我不会被它灼伤了。只要吸收了日阳石，我就能看起来和常人无异了。幼娘，你没事吧？虽然过程有些刺痛，但我已经好多了。相公觉得我哪里不一样了吗？你居然摸起来有了人的温度了！是呀，有了日阳石来中和，我现在在外表上已经和常人没有区别，而且还掌握了一个魅惑控制的能力。这太好了！这一切多亏了相公呢，也多亏了文浩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还不知道要找多久。一会儿我们去感谢他吧。他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我还不能喝这些。李公子，没想到二位又来了，怎么成功了吗？还是说需要我们文家的帮助？我们这次来是专门来感谢你的，多亏你提供了线索。没事的，毕竟你们也帮过我，我只是传达个信息。但是这些信息至关重要。文浩，以后有什么麻烦尽管找我。李公子，我想我的麻烦你们应该帮助不了我，二位喝喝茶就请离开吧。看看文浩在发愁什么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找到草药，结果医生那边却卡住了。都说医者仁心，我看也并不全是。相公，给文浩父亲治病的那个医生似乎不愿意治了。文浩，可是你父亲的病症遇到了问题。李公子，你简直神了呀！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不重要，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吧。哎，别提了，我找的那神医空有神医的医术，却没有神医的医德。所有的药材我都准备好了，父亲马上就要痊愈了，可就差最后临门一脚，那神医却张口跟我要5000两白银。5000两白银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怎么这么多？这5000两白银，我们文家还是能拿得起的，可确实有点多。不瞒你们说，我现在都不敢穿华丽的衣服，生怕让他知道我们文家还有钱。但是这么做根本没有什么效果。我知道，李公子，我这不没别的办法吗？相公，或许我可以用魅惑控制他。这样吧，我们去找那个神医聊聊。李公子，你有办法？当然有，走吧，我们去见见他。啊，请。谁呀？神医，
是我文浩。神医，那我们进来了。进来吧。神医，这2位是我府上的贵宾，有要事相请。那你们聊，我就先走了。说吧，是多久没有孩子了？房事可还顺利？神医干嘛问这个？来找医生不就是来看病？况且以2位的年龄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看也就是子嗣之事。以我来看，你小子倒是体力充沛，应该是你妻子的问题。这医生确实是神医，果然有点能耐，但很可惜幼娘压根就不是，也不是他能解决的。我们的事情自然不需要神医判定。我这次来是希望神医继续给文浩的父亲治病。可以，5000两银票呢？必须要5000两，1分都不能少。看来文浩说的没错，既然如此，就让你来做一个试刀的人吧。什么？你要杀我？已经可以了，乔福，去治病。好，我这就去治病。神医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说服了神医，就这么简单。这神医可是比预想当中更通情达理呢。说服、通情达理。最后的失针已经治疗完毕，给我支笔，我要写下后续的治疗药方。相公，时间快到了，我刚刚解锁魅惑，恐怕坚持不住了。无所谓，反正最关键的已经完成了。我什么时候把药方写下来了？这不是你自己写的吗？不可能，没有5000两，我一个字都不可能写。5000两给我，小畜生，你怎么把我骗到这儿来的？你这个没有医德的狗东西！刚刚明明是你跪下来给我父亲扎针，并且写下这药方的。既然治疗要完成，这5000两你必须给我。行，要钱是吧？5000两，我这就拿出5000两，但这些钱是给李公子的。公子，这些钱是给您的，如果没有您，我父亲恐怕难过此关。您收好。这怎么行？我又没做什么。其实，你已经做的很多了。这狗东西算是掉进钱眼里了。本打算被逼无奈之后再给他，但是我想把这笔钱都给你。相公，你就收下吧。你要是不收下，这文公子啊，也没有办法出气啊。那好吧，我就收下了。这是我的钱，我的钱！现在这些都是李哥的钱。小畜生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打我就凭你！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！你敢抓我？我是神医，神医！哎呦，没有医德的垃圾！去，把他带到门外。如果再次喧哗，就给我狠狠的打，往死里打！我可是神医，我可是神医啊！谢谢2位了。我还要多谢你这5000两的银票，真是太贵重了。赚钱嘛，不就为了这一天，给家里人一个保障。如果光赚钱，把这些丢了，那么就是本末倒置了。你说钱赚了，但是家人没有了，又有何意义呢？说得对，我也要用这些钱给我家人更好的生活。2位，那我就不送了，我还要照顾我的父亲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一会儿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去买更大的宅子，而且以后不用把门窗给经常封起来了。2位，这可是咱们本地最有名的宅院之一，不仅宽敞，而且特别大。看着确实不错，
但这么大，打扫起来会不会不方便啊？哎，夫人不必担心，这么大的宅子，到时候自然有仆人给您进行日常的打扫，要不然凭你们2个人清理起来可太难了。对啊，有了仆人，以后咱们不管这些。这套宅子一共多少钱？1000两，只要您出钱，我还帮您搞定仆人的事，我保证让他们明天准时到位。嗯。嘿呀，二位，这以后就是你们的新家了，你们先到处逛逛，我去给你们安排仆人的事。唉，相公，这下我们家是真的好起来了。有你这位美娇妻在，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走，我们去卧室。去卧室干嘛？现在还是白天呢。我只是想参观一下我们的新家，你可学坏了啊！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幼娘从未想过要逃出相公的掌心。相公无论从哪边看都那么迷人呢。夫人，我们来伺候您和老爷洗漱了。夫人，我们来伺候您和老爷洗漱了。慢点儿，这都早上了吗？对啊，已经是早上了。相公怎么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？快起床啦！那还不是因为昨晚浪费太多精力了？哎，你们笑什么呢？你们俩去把那个木盆和毛巾放下来，我来伺候我的相公。是，夫人。相公，我来整理。娘子，为什么把他们赶走？这些事情让他们做就行了。你先穿，来这边。相公，因为你是我唯一的相公，而且是我唯一的男人，我怎么舍得让丫鬟来做这些事情啊？以后呀，我要自己做，亲自做，每天都做。你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妻子。对了，幼娘，下一个提升你法力的物品是什么？咱们现在家大业大的，什么都买得起。下一件就是真正成人的最后一步了。我需要一块乾坤玉来调和一下我体内的阴阳力量，这样的话，我以后就可以和常人一样，能吃能喝，还能什么？还能给相公生个孩子。哎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哎呀，你别那么大声，那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啊？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去找乾坤玉，一定加快速度。来，擦擦脸。相公，其实也不用那么着急，到今天这一步，幼娘其实已经十分满足了。可是我不满足。那乾坤玉一般在什么地方出现？一般都在玉石矿洞里面能找到。乾坤玉实际上也算是玉石之王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山上或者矿洞里面找找。把那边扫干净，那边。你是管家？老爷夫人，我是新任的管家，您有任何事情尽管吩咐。那正好，你去放出消息，就说谁有乾坤玉的下落，我李家重重有赏。我马上就去做。幼娘，你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我再试试。这附近还是没有，看来乾坤玉这种东西是真的很少见。那我们换个区域再找一下。
终于有效了。是乾坤玉吗？那不好说，先去看看吧。啊！站住！给我上！二位不要过来，快去找官府求援。少管闲事！相公，我感受到了，这么近的距离，乾坤玉应该就在马车里面。但我们想要查看的话，得先解决这几个土匪。哎呦，没想到在这种地方居然还能碰见这么漂亮的美人儿，真是太棒了！怎么还躲起来了？别害羞啊，躲起来也没用，这么个弱鸡可不够爷爷几个杀的。相公，你先解决另2个劫匪，这个劫匪头领我来解决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动手！这怎么可能？肯定是刀钝了！快杀了他！该给你的刀磨一磨。杀了他，然后自杀。是。这就解决了？我还以为会有什么危险呢。当然不会有危险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？这次的麻烦解决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兄弟，快走！这些劫匪都是不要命的家伙，他们都被我解决了。兄弟的实力竟然这么强悍！我自幼练武，还是多亏了兄弟。兄弟小心！停下！他怎么还起来了？多亏了幼娘。想要偷袭我的夫君，真是该死！这个交给我。二位可真是当世奇人，尤其这位兄弟，简直是天生神力呀！这不重要。哎，镖头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好。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，这里都是劫匪的地盘，说不定还会有更多人来的。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先走吧。来，小心点儿。兄弟的力量简直不是人能做到的。镖头，你都说了一路了，这东西就放这儿吧。那马车要怎么处理啊？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该怎么感谢你啊，兄弟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今天可能已经死在那荒郊野外了。怎么，夫人喜欢这玉石？我们现在正在寻找一名叫乾坤玉的玉石，这箱子里似乎就有，不过我们会付钱的。这怎么好意思让恩人花钱来买呢？这玉石人活着才有意义，不然的话就毫无价值。那怎么行？这玉石是你们押送的，这要是丢了，押送的商人肯定会不满意的。哎，恩人，我说了，命比石头重要的多。至于那商人问起来，我会把一切跟他交代清楚的，顺带给他一笔合适的补偿。总之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这我就眼力有限了，二位来看一下，哪个是乾坤玉？这就是乾坤玉。这就是乾坤玉，不过看起来好像跟普通的玉石没什么区别。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和力量明显不同。那就收下吧，毕竟这可是你变成人最重要的一步。那就多谢兄弟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恩人，这一大箱银两你也带走吧。这怎么行？这箱子里的钱是我镖局多年来的积攒，但如今我镖局内也没有几个人了。
我要这笔钱也没什么用，不如一并送给恩人。恩人，这箱子里大概有1万两，你就全部都收下吧。如今对我来说，这笔钱也没什么用了，还望恩人千万不要再推辞。若你再拒绝的话，就是在侮辱我。那好吧，哎，不过你要早点走出来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挺好的，现在我们可以快速吸收乾坤玉的能量了。相公，这一路走过来，真的好多人在看你。看就看吧，我这可是天生神力。那看起来真的好多啊。那肯定，这可是1万两白银，直接当钱花。人家出门花钱都是花铜币，就咱们家直接花银元宝是吧？那有什么不好的呢？我知道很好，相公，其实可以更好。怎么样？相公，我感觉我魅惑的能力好像要增强了，现在可以控制一个人足足半天的时间了。这么长，比之前厉害了好多啊！但幼娘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个。相公，我终于成人了。不要哭，现在是开心的时候。我知道是该开心的时候。那，相公，我们要不要试一试啊？是什么？试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个孩子。哦，你说的原来是这个。可是我觉得试一试可能不太够。那就多试几次。啊！怎么这么困啊？还不是怪你，整晚的折腾我。笑什么笑？出去！是。怎么，害怕你做的坏事被别人知道啊？这哪是坏事啊？这分明叫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只要我们努力，很快就会开花结果的。相公，但是我的路还没走到头呢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不是已经还阳成为人了吗？我是人，但也不是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相公，你别担心，我的意思呢是说，普通人的话是不会法术的，但是我是会法术的呀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现在力气大的惊人，按你说的话，那我也不是人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还可以往修仙道路上晋升。你还能成仙？对，我还可以成仙。这么说的话，我很快就有一位仙子娇妻了。不好了，老爷夫人，有人带着几个打手闯进来了。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怎么打进来的，我就怎么打出去。哎，相公，你现在打架可要收点力啊，不然你打他们就跟欺负小孩一样。我可不想整个院子里到处都是虾。小问题我会处理的。你们是谁？居然敢强闯进来！你们两个上，拦住他们！就你们两个扫把，还敢跟我的人对着干？啊，怪不得你们敢拿走我的玉石呢！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就是一条看门狗而已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赶紧叫你的主人滚过来！你们两个
先顶住！哎，老爷，这个人强闯进来，一直在说一堆听不懂的话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哎呦，这还是个有点担当的主啊！我是马岩，是那批玉石的商人。我本来让他们把玉石送到我那里，没想到却送给了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我的乾坤玉还给我。镖头，你没事吧？我对不住恩人，这家伙一张口就是胡乱要价。要是我镖局的兄弟还在，怎会被他如此欺负？给我住口！我丢的那可是乾坤玉，那一枚就价值10万两银子。乾坤玉确实是玉石之王，但如果价值10万两的话，那估计应该是跟人一般高。但我们拿走的只是一块小玉石，撑死只有1000两银子。讹人讹到我这儿来了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赶紧走，不然的话，走之前把镖头放下。相公，下手轻一点。我知道。给我上！完蛋了，又没收住力，又把墙壁撞了大坑。还有谁敢阻拦我？给我杀！给我杀了他！谁要能杀了他，我把我价值3000两黄金的玉佩给他！给我杀！给我杀！你要不是怕你们把我家弄脏，你们现在早就倒在地上了。你敢过来，我砍死你！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！来吧，砍死我吧，我在这儿等着呢。你还想去哪儿？哎呀，我打不过你男人，我还打不过你个小娘们儿！怎么不继续了？我这不是来到了什么武术世家吧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敢来找恩人就是自讨苦吃。横行惯了，今天碰到硬钉子了吧？哎呀！这次力气用的刚刚好，没有把墙壁砸出个大坑。这墙壁你已经打出内伤了。那么需要谁来赔偿呢？你带着人来我家讹钱，你说要怎么赔偿我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刺死你们！我刺死你们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他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他！我杀了他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松开手，给我道歉。对不起。这怎么够？给他解除。这怎么回事？你说怎么回事？现在给我道歉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错了。赔偿呢？赔！家传宝玉，价值3000两黄金。求你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啊！把尿擦干净，赶紧滚！哎呀，好，我擦！相公，这块玉佩就收下来吧。对方说价值3000两，应该可以卖个不错的价钱。估计这块玉佩没这么好卖，价值3000两黄金，能出得起这个价的人不多。
镖头，醒醒！恩人，真不好意思，还得靠你出手。这个马岩嚣张惯了，没想到他今天还敢骗。没事儿，都已经解决了。倒是你这伤可不能耽搁。拿去看病。谢谢恩人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相公，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命运只找苦命人。镖头的兄弟刚被杀，碰巧就被马岩抓害了。世事无常啊！事情都解决了，出来吧。老爷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这不算什么。对了，把这个墙壁给我补上。我一会儿就安排他们去做。老爷夫人，您先回房休息吧。还有件事情，去打听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拍卖会之类的。我有一个宝物，价值3000两黄金。我一定会多多留意和打听的。我这就安排他们去做。走吧。这样子啊，就好看多了。相公弄的最好看。我怎么都喜欢。我娘子这么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就会胡说。怎么胡说了？就算是披一块布都好看。走吧，之前让管家打听的拍卖会，不知道有没有结果。拍卖会是要卖那个玉佩吗？对，这种绝世珍宝，愿意出钱的人肯定不少。只有在拍卖会上才是最值钱的。老爷夫人，早上好。之前让你问的事怎么样？哦，我问了一圈，咱这地界不算太好，办不了太顶级的拍卖会。这样，不过倒有一个人说可以帮老爷想想办法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人在哪儿？他也是刚来，就在待客厅呢。我这就带老爷和夫人过去。老爷，这位就是了，您慢慢聊，有事儿请教我。二位恩公，今日终于得见。你不是文浩的父亲吗？没错，老夫文天，犬子文浩，经营一家钱庄。上次见面，老朽重病缠身，似梦似醒，未能亲自道谢。事后，犬子告知详情，是二位恩公施以妙计，使老朽死中得活，今日特来道谢。道谢的话就不用说了，文家可是给了我一张5000两的银票。钱乃身外之物，在生死面前分文不值啊！这5000两，二位恩公理应所得呀。好了好了，文老板不必拘谨，快坐。我来之前听我管家说，文老板有办法帮我们。哎呀，没想到二位恩公生财有道，发迹的如此之快。我确实认识一个典当行，他们可以拍卖3000两黄金的物品，甚至可以拍卖10000两黄金的物品。1万两？那我们这3000两黄金也不过如此。那倒不至于，拍卖10000两黄金那是极为少见的，拍卖3000两黄金的也是不多的呀。在哪儿啊？在京城，老朽在京城有些买卖，向你借人脉，认识一个叫腾龙的拍卖行，他们经常拍卖贵重物品。原来是在京城。京城乃繁华之地，此次前往，二位恩公不仅可以大赚一笔，还可以领略一下京城的繁华。那些啊，都是顺路的事情。不过如果前去，
首要肯定还是要先卖掉玉佩的。文老板，先回去收拾一下，我们一块儿去京城。二位恩公，在来之前，老朽已经准备，车马就在门口。行，那我们就一块儿出发。管家，老爷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备好马车，我们要去京城。好，我这就安排，保证老爷到门口的时候，马车已备好。走吧，文老板。恩公请。老爷，您的马车已备好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恩人的马车还真是顶级啊！文先生就坐这种马车吗？哎呀，老夫多日重病，在家钱庄经营惨淡，现在只能勤俭度日了。那我给你一笔银子吧。恩人，莫要说这种话，老夫从不吃嗟来之食。看来倒是我弄错事了。恩人，莫要多想，老夫生性耿直，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。请。老爷夫人，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回来。你和马先去找个地方休息吧。是，老爷。哎呀，累死了。恩公，你跟夫人就在这里休息吧。这家客栈还是不错的，房间已经订好了，你们上去就行。至于拍卖行那边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这些事儿怎么好意思让文老板全做了？哎，一点小事儿，我一个人可以办成所有事儿，何必3个人都去呢？那我把玉佩也交给你吧。哎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恩公的宝贝这么贵重，老朽走街串巷的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老朽可担待不起呀。您告诉我是什么宝贝就行。您看看，就是这个，你跟他们说是价值3000两黄金的顶级和田玉。果然是好玉啊！腾龙要知道，你这个宝贝要拍卖的话，肯定会欣喜若狂的。我先去跟他们谈，兴许给老夫一个薄面，这抽成会少一点。那就辛苦文老板了，不管什么结果，您直接告诉我就行。那老夫就先行一步。好。好久不见，你似乎没带什么东西过来。这么贵的物品，我怎么会随身携带登堂入室啊？那是什么？一块绝品的和田玉玉佩，价值至少3000两黄金。3000两黄金？绝品的和田玉，还是玉佩？难道是20年前发现的那块绝品和田王玉的核心吗？以老夫看，确信无疑。二位恩公，文老板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事情怎么样？恩公，我这次也算是不辱使命啊。腾龙拍卖会知道你们手里有价值3000两黄金的玉佩，那是震惊不已啊！那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卖出去了？当然，3000两黄金可以兑换3万两白银，可以买我们3个文家。你们在这里赚这么多钱，算了，我就不多说废话了。腾龙拍卖会正在下面等着呢。他们还亲自来拿？当然了，你这个宝贝这么贵重，要是被什么歹人偷了抢了，双方损失都是巨大的。恩公，这位就是腾龙的首席鉴定师。鉴定师，这位是李默，这位是他的妻子。他们可都是我的恩人呐。这位贵客，可不可以将你的玉佩给我看看？
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确实价值3000两黄金，真是昂贵。我们腾龙拍卖会这次一定会好好的将您的这块玉拍出更高的价钱。等回去之后，我们立刻安排人四处告知有珍贵的宝物拍卖。二位，请随我上车吧。我们已经准备了上好的房间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会为你们搞定一切。这不会等太久吧？绝对不会，我保证明天就直接展开拍卖。像这样的宝物肯定会吸引无数人。您的玉佩如果要是遇到喜欢它的人，我相信卖出的价格会远远超过5000两。相公，那我们就休息吧，走吧。好，我们走。文老板，跟我们一块儿吧。我们一块儿不合适吧？这样吧，我就给你们牵马。请。相公，这京城确实不错呀。确实不错，不过哪有我们即将到手的数千两黄金不错呢？这下咱们就要出门花钱，不会都要用碎金子了吧？哎呀，这也太奢侈了！别人家花钱用铜板，我们花钱直接用碎金子，这要是被人盯上的话，也挺麻烦的。相公说的对，这苍蝇多了也是烦人。二位，拍卖会已经顺利召开了。现在我们决定，第一件就拍卖你们的玉佩。第一件就卖玉佩？现在太多人都在期待呢。现在，请您将玉佩交给我。二位，请和我一起去拍卖现场吧。借此，我们还会拍卖其他一些宝贝。二位要是有什么能看得上眼的，也可以拍下来。我知道了，走吧。几位请坐。看来我是沾了玉佩的光啊！要不是恩人，玉佩如此贵重，我岂能坐到这里啊？其实坐哪儿都一样，最关键的是玉佩能卖出好价格。几位慢慢聊，我要开始组织拍卖了。各位，我们腾龙拍卖会向来不会藏着掖着，接下来直接开始重头戏。王级和田玉雕刻而成的传世玉佩，现在开始拍卖，起拍价3000两黄金，每次加价100两黄金。3500， 3600两，我出4000两。没想到我的玉佩这么受欢迎。就是啊，可能这是在京城，在京城的话，这里都不是一般人。我是林家的林飞，我出价5000两。这是京城的林家，名门望族，是个有钱人。今天来到这里，都是非贵即富之人呐。现在还有人出更高的价格吗？家族会账可不能当钱使。我出5500两，6000两，7000两。真以为我林家没钱是吧？9000两黄金。这败家子儿这么厉害啊！就是，想跟我林家斗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我出1万两。林少，您还要再加钱吗？
现在玉佩的价格是1万两黄金，还有要再加钱的吗？1万两黄金第一次，1万两黄金第二次，1万两黄金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贵客得到这件传世玉佩。居然真是1万两黄金！对呀，恭喜恩人，您发达了。这位贵客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哼，当然是来拿我的玉佩了。我准备的黄金就在外面。这里就是1万两黄金。居然真的是1万两黄金！你就是卖玉佩的人吧？是的话，快同意吧。哎，我同意。鉴定师，赶紧把玉佩给他吧。嗯。来人，把这黄金给这位贵客送过去。哇，这里面是1万两黄金！真的有人随身携带1万两？我们温家上上下下几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呢。有了这么一大箱黄金，我们还在这儿浪费时间干什么？我们走。各位，重头戏过去了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宝贝。接下来是地脉经。我需要这个地脉经。贵客，您这是？我们再看看。各位，地脉经起拍价100两黄金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两。我出200两。我出210两黄金。我出250两黄金。300两。我出310两。350两。360两。400两。410两。怎么不继续出价了？想让我放过你也可以，给我道歉，尤其是让你的女人给我道歉。刚刚竟敢嘲笑我！好，我们道歉。说吧，我听着。林飞大少，我向您道歉，我有一物想要给您，请您把手伸出来。行啊，给你。林飞大少，还请您不要再和我们竞争了。行，我不争了。接下来，你就一直坐在这儿，直到魅惑结束为止。好。地脉经420两。地脉经420两，第一次；420两，第二次；地脉经420两，第三次，成交。这足够了吧？这些足够了。只要吸收了这地脉经，我就可以成为半仙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跟你回去找个隐秘的地方。看来二位要急着回去，那老朽就不跟着了。行，那我们回头再见。我现在就打道回府，看来只有文家适合我呀。好，那我们也回家，走吧。相公，我可以开始了吗？好，开始吧。
相公，我现在又多了一个能力，我可以在外貌上变成任何人。居然还有这种能力！不过我更喜欢现在的你。相公要是喜欢，那就多看看嘛。真漂亮，就像要随时飞走的仙子一样。相公胡说什么呢？那再漂亮的仙子也只想和相公在一起。对了，娘子，我们离家这么久了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或许我们也不用回去啊，京城确实挺好的。况且我们现在有那么一大箱黄金，可以完全再买一个新的大庄园。都行，反正现在富得流油，想做什么都可以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在来城的路上，我刚好看到一个很豪华的宅邸。哦，原来你早就做好主意了。听你的，我们现在就去。二位客人来我们这里是干什么？相公，就是这儿，这儿就是全京城最顶级的宅邸了。告诉你家主人，我们有笔大生意要跟他谈。好的，我先带二位到会客厅，随后就去通知我家主人。相公，这儿看起来果然很不错。刚才路上那些园林景观也颇为赏心悦目，只是有些我不太喜欢。相公，那你到时候直接换了不就好了？二位好大的胆气，居然打算买下我的宅邸。有何不可？你有这个钱吗？这么多黄金，就连京城世家大族也一次拿不出这么多黄金啊！2000两黄金够不够？这个宅子我住了很久了，所以呢？所以得加钱呢。那就3000两黄金，拿吧，拿够了3000两，就从我家搬出去。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帮我拿黄金呐！那我先走了，您在自己家慢慢欣赏。相公，这下我们又有新家了。还不够，还得把之前的仆人全都叫过来才行。来人！客人有什么需要？我不是客人，我是这儿的主人。是什么？你没看到原本的主人拿着黄金走出去吗？好的，老爷和夫人有什么吩咐？去宁城，我在那边有一块宅地，去把那边的仆人都给我带过来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等一下，给你下面的人吩咐，现在我们是这儿的主人。是。走吧，我们也该去看看我们自己的宅邸了。夫人，这个好吃，尝尝。这个确实好吃。老爷，我让厨房再做一份。当然，夫人觉得好吃，自然是要再做一份的。多吃点儿。谢谢夫人。停，杀了他！找死！你们还真是挑错人了。为了离家少爷！你们这样会炸坏我的新宅的。林家让你们3更死，你们活不到5更。林家吗？看他干嘛？看我！都给我住手！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哪需要跟你汇报吗？跪下！
从现在开始不要进宫了，听这位的命令，明白吗？刚才是你吗？当然是我，不然他们即使爆炸，虽然不会伤了我们，但是会把我们的新家弄得乱糟糟的。相公，你快去问问他们，林飞到底在哪儿？我会读心术，由你来问。你们谁是头领？我是。我和林少是好朋友，你们来这里肯定是受了什么错误的指示。怎么可能？这个命令是见到林少本人才得到的。出发之前，他还说一会儿等我们复命。就是林飞下达的。刚才林少已经出现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刚来这个地方不太熟悉，林少平时都在哪个地方玩？以后我可以去找他聊聊。既然阁下已经与我家少爷解除了误会，那么就不需要我再说了。有什么阁下去问他就行了。奇怪，这人还要问我这些，明明问少爷就可以了。糟糕，我刚才应该多跟少爷说几句，万一是假的呢？相公，他在怀疑我们了。你在回答什么？林少让你听我的命令，你就是这么回答的？要是让林少知道，你负责得起吗？啊，尔等不敢。那就告诉我，林少平时在什么地方？他现在玩得正开心呢。林少一般在京城东边的醉香楼顶层包厢里，如果你要去找他，去那儿准没错。原来还是个淫虫啊！你们都起来吧。真是的，这些事情还要让我生气。来暗杀我，还让你们活着走，真是可笑。相公，我们去找林少吧。必须去找，不然后患无穷。老爷夫人，厨房已经快，这怎么回事？来得正好，找些下人把这些尸体和血迹处理掉。这是美丽的花园，我可不想让它变成吓人的地方。是我这就让人处理。走吧。哎呀，太好喝了！美人，你这嗓子唱歌也太好听了吧？就是不知道。讨厌了，林少。不是，这才几天没见，怎么又变漂亮了？怎么我就得走进来啊？哎呀，相公，人家现在暂时还不能带你一起嘛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是飞进来的？她是仙子，仙子怎么可能会嫁人？她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对，没错，仙子怎么可能会嫁人？只要嫁，也是嫁给我。就你，我相公对我可好了，你这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不是癞蛤蟆。那我就让你变成真的癞蛤蟆。别！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派出的死士已经被我们全部解决了，这个时候你居然还敢说这种话，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都是1等1的高手啊！因为一点小事就派出死士来想杀人，看来我是真的应该把你杀了。别杀我！我有钱，我有很多钱，这一票加起来有7万200亿的价值！别杀我！还真是大少，随手就能拿出那么多钱。我错了！相公，这是一张黄金票，也就是价值15万两白银，相当于15000两黄金啊！我怎么把这一张也给出来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里在乎这些？你说的对，我是该教训！相公，我感觉差不多了。他要是不来作死的话，应该没什么事情。我可以把我们家的家传宝石天穹金给你们，只要你们别杀我就行。天穹金那是什么？
天穹经是天外陨石，无比珍贵，也得名天穹经。相公，这是我成仙的关键啊！把天穹经给我，再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派出死士来刺杀我们，我们就再也不会找你麻烦了。谢谢爷爷，谢谢奶奶。行了，赶紧告诉我们天穹经在哪儿？就在我家。那就在路上告诉我们你家在哪儿。走吧。说吧，东西在哪儿？东西就在我家密库里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带我们去？可是我没有钥匙，打不开。你耍我们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钥匙在谁那儿？钥匙在我爹和我大伯那儿，他们都把钥匙藏在了自己知道的地方。想要打开密库，就只能要他们把钥匙碎片合在一起才能用。我也没有办法劝他们打开，就算拿我的性命威胁也没有用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？暴力在我这里永远都是最后的解决办法。你或许能控制一个人打开，但是另一个人有点困难。我可以控制一个人，让另外一个人把钥匙告诉我。这也太麻烦了，或许有更简单的办法。这人是谁？这是我奶奶。你奶奶？她在林家的威望如何？很强，当年就是靠奶奶一个人让林家走上了如今的巅峰，可是后来却莫名其妙失踪了。太好了，我有办法了。相公，你想到什么好办法？你可以假装成林家奶奶，说不定这样就可以去密库了。确实是个好办法。我都说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！别害怕，只是让你睡一觉。看起来怎么样？还挺像的。走，我们去正室。醒醒，快醒醒！妈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不对，连月，你真是糊涂了，这肯定是在做梦。妈都失踪这么多年了，不是在做梦，是现实。你是谁？林家主，别睡了，该起床了。妈，真的是你吗？不是我，还能是谁？你现在还不能碰他。为什么？你是谁？林月。我失踪这么多年，不断云游，遇到了这位仙人。他可不是一般人，也是救了我。但现在中了毒，需要天穹经来解救。什么？我现在就让人把我大哥喊过来！来人！老爷，你家小的有什么事情？快把我大哥拉过来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是，老爷。我真还没有想到能再见到你，妈。他现在情况不稳定，你还不能帮他。你是仙人？现在呢？没有了。我妈身边有这样一位仙人陪伴，我也很是欣慰。好了，接下来等着你大哥来吧。妈，仙人，你们先坐，我们慢慢等。好。
林月，大半夜急急忙忙叫我过来做什么？林俊，你看看这是谁？妈！别跪了，起来吧。啊，咱妈之前不是失踪了，是云游了。旁边这位就是守护她的仙人。仙人？他一只手可以把我的床抬起来，即使不是仙人，但也力道十足，常人根本拿不住，还是先不要质疑的好。原来是仙人，感谢仙人守护我妈。我确实一直在守护他，不过他现在中毒了，需要天穹神经才能解毒。糟糕，你来的时候忘了让你拿另一部分钥匙带过来了。我带了。你带了？对呀，你大半夜让我急急忙忙过来，我一想肯定是有什么天大的事儿，所以我顺手带上，以防万一。你看，现在就用上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拿钥匙。你带着妈和仙人先去密库。仙人，妈，跟我走。好。这……我已经拿到了啊！好，快打开，这样你们的母亲就有救了。怪不得林飞说拿它做要挟没用，这密库里的宝贝也太多了吧？这就是天穹经。妈，赶快上去把毒解了。终于到了最后一步了。是啊，确实到最后一步了。相公，我成功了！啊，居然真的成仙了，而且有一种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的感觉。这……相公，你说什么呢？不可亵玩，只是对别人而言。妈，不对，我记得妈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漂亮。很抱歉，欺骗了你们，她真的不是你们的母亲，而是我的妻子罗幼娘。我们被骗了！你怎么总是唬他不行？他们两个真是仙人，你对他们发火，不怕他们一扭头把我们灭掉？现在怎么办？先把他们送走就是了。二位仙人，恭贺你们成功。这确实值得祝贺。我愿意送出一箱稀世珍宝，送给二位，恭祝二位仙人成仙。虽然都是一些俗物，但也价值连城，还望二位仙人不要嫌弃。走。相公，我们把这些还是拿走吧。虽然我们已经成仙，但我们终究要在人间生活，多些金银财宝总是好的。那我去搬。都忘了，现在已经成仙了。相公，我们该回家了。现在该去纵享人间，享受这大好河山了。